同志们好，欢迎来到楚楚的频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甚至让西方精英感到脊背发凉的现象？当我们站在2026年的今天，回望过去这几年，华盛顿、伦敦，乃至于布鲁塞尔的那些金碧辉煌的战略决策室里，气氛已经从几年前的歇斯底里的叫嚣，变成了现在这种死一般的沉寂。这种恐慌不再是因为哪里的股市熔断了，也不是因为中东那个深不见底的泥潭还在无休止地吞噬他们的航母预算，而是一种更为深层的，近乎于认知崩塌的绝望。为什么绝望？因为他们惊恐地发现，他们手里那套玩了几百年的通关秘籍，那套曾经无往不利的屠龙术，彻底成了废纸。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西方列强维持全球统治，手里是有几把屠龙刀的，无孔不入的颜色革命，嗜血成性的金融收割，蛮横无理的技术封锁，颠倒黑白的舆论洗脑。这几招当年对付庞大的苏联，那是刀刀见血，直接把一个超级大国忽悠的自我解体。对付野心勃勃的日本，是一剑封喉，让那个曾经叫嚣着买下美国的国家失去了整整30年。对付整个拉美和东南亚，更是像割韭菜一样轻松写意，一茬接一茬地收割着他们的财富。在他们的经验里，这套逻辑是无敌的，是历史的终结。但就在这几年，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让西方政治学彻底失效的现实。这套百试百灵的组合拳，唯独打在现在的中国身上，不仅一点浪花没激起来，反而像是一拳打在了包裹着棉花的钢板上，巨大的反作用力震碎了他们自己的手腕。这就好比前2年他们搞小院高墙，试图在科技上窒息我们。结果呢？从几年前华为的艰难突围开始，到今天我们国产光刻机产业链的全面量产，再到 AI 算力集群的独立自主，中国不仅没被困死，反而被逼出了一个全产业链的六边形战士。现在回头看，那堵墙不仅没挡住我们，反而把他们自己的高科技企业挡在了世界最大的市场之外，搞得现在硅谷巨头们不得不变着法子来求合作，甚至要把研发中心搬到中国来。这让西方那帮顶级的战略家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唯独中国是个例外？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据说西方智库最近在搞一次史无前例的历史尸检。他们抛开了傲慢，翻遍了尘封的档案，试图从中国近100年的基因图谱里寻找那个让中国变得杀不死压不垮的变异原点。他们推演了无数种可能，排除了无数个变量，最后所有的逻辑线索都惊人地汇聚到了同一个坐标点，指向了同一个伟岸的身影。他们终于绝望地发现，中国之所以无法被西方的逻辑所解构，是因为在70多年前，有一个人给这个古老的文明注入了一段根本无法被篡改的底层代码。这个人就是他们在夜深人静时最不愿意面对，却又永远绕不过去的名字——毛泽东。要读懂今天的中国，我们首先得把视角拉高，去读懂西方给这个世界设计的剧本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在西方精英原本的设想里，这个世界的秩序应该是一个精密且等级森严的金字塔，这个结构是不允许被挑战的，甚至可以说，这就是他们口中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这个金字塔的塔尖，那最顶层的1%坐着的是欧美列强，他们掌握着最顶尖的科技，控制着全球的金融结算通道，手握最强大的军事机器。更重要的是，他们垄断了话语权，他们负责定义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专制。他们只需要坐在空调房里画画图纸，敲敲代码，或者在华尔街的键盘上敲击几个数字，就能拿走全球利润的大头，过上高福利、高消耗的优越生活。塔身的中层是那些负责提供资源的国家，比如沙特、俄罗斯，或者是提供初级加工的国家。他们的任务就是做合格的加油站和矿坑，用不可再生的资源去换取西方印出来的纸币。而塔底那绝大多数的基座原本应该是包括中国、印度、非洲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西方的剧本里，中国的角色定位非常清晰且卑微。我们本该是负责提供廉价劳动力的，是负责处理西方生产的生活垃圾和工业废料的，是负责用10几亿人的血汗去供养塔尖那1%的人的。
说的难听点，就是世界工厂里的苦力。在他们的设想里，中国最好的归宿其实是成为另一个印度。大家不妨看看现在的印度，是不是特别符合西方的审美？简直就是西方眼里的模范生。你看，印度有选票，有形式上的西式民主制度，市场对西方资本完全开放，华尔街的资本可以随意进出，想收割就收割，毫无阻碍。表面上看，印度是西方的盟友，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西方媒体对印度从来不吝赞美之词。但骨子里呢，到了2026年的今天，印度依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连基本的步枪子弹都要依赖进口，稍微高端一点的无人机都要依赖进口零件，国防工业全是万国牌，社会结构依然维持着森严的种姓制度，几亿人被死死钉在底层，没有任何上升通道。印度的精英阶层说着流利的英语，以身为精神英国人为荣，他们在国内赚了钱，第一件事就是把资产转移到伦敦和纽约，把子女送到欧美。而底层的几亿老百姓依然生活在孟买的贫民窟里，生生世世做牛做马，甚至连干净的水都喝不上。这就是西方给后发国家设计的完美陷阱。你可以活着，但你必须跪着活；你可以发展，但你的命脉必须捏在我手里；你的精英必须是我的买办，你的国民必须是我的奴隶。这就是现代文明社会最残酷的运行法则。少数人的特权必须建立在剥削大多数人的基础之上。可惜啊，这个运行了几百年的完美剧本，在中国这里出了一个巨大的系统 bug。这个 bug 就是中国不仅没有按照他们的设想去做一个温顺的代工厂，没有甘心当一个只卖衬衫和玩具的附庸国，反而在短短几十年间硬生生把桌子给掀了。中国站了起来，不仅站稳了，还一路狂奔，跑到了产业链的上游。看看今天我们在 5G 通信、新能源、生物制造、人形机器人这些西方最核心、最赚钱的领地里，哪一个不是在攻城略地？美国人现在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偏偏是中国？为什么不是苏联？苏联当年多强大，钢铁洪流让整个欧洲瑟瑟发抖，结果被西方用软刀子忽悠瘸了，最后自己解体了。为什么不是印度？印度地理位置多好，两边逢源，美俄都拉拢，结果到现在还在玩泥巴，连个像样的基础设施都搞不定。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搞社会主义的国家，东欧、拉美、东南亚，最后真正能杀出重围，能跟西方在牌桌上掰手腕的只有中国。美国把世界格局变迁的100年看了个遍，推演了无数种可能，排除了无数个变量，最后发现答案只有一个，因为中国有毛主席。大家先别急着下定义，在西方的视角里，毛主席不仅仅是一个东方的开国领袖，他更是一个恐怖的民族性格改造师。他让中国人从精神基因上发生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质变。我们不妨把时钟拨回到晚清和民国时期，那时候的中国人是什么样，我不说大家也知道。那时候的中国就像一个破破烂烂的露天仓库，谁都能进来拿点东西，谁都能进来踹两脚。洋人来了，朝廷就赔款，军阀来了，百姓就遭殃。那时候的社会精英在干什么？他们在上海的十里洋场喝着咖啡，想着怎么当好买办，怎么跪舔西方，怎么把国家的矿产和路权卖个好价钱，换自己家族的荣华富贵。那时候的中国人眼神是躲闪的，脊梁是弯曲的。英国人的军舰可以在长江上随便开炮，法国人可以在租界里设立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哪怕是几个日本浪人拿着一把武士刀，就能像赶牲口一样驱赶成百上千的中国老百姓，而竟然没人敢反抗。那种深入骨髓的奴性，那种洋人就是天的自卑感，压了这个民族整整100年。鲁迅先生笔下的阿 Q 祥林嫂，那就是当时国民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麻木、愚昧、软弱。可就是在这个被打得体无完肤、被踩在泥地里的民族里，毛主席硬生生铸造出了一股不服输的精气神。这股气是什么？是7亿人民7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是敌人不论来多少，我们都要把它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最典型的例子，也是彻底打醒西方的一战，就是朝鲜战争，也就是我们说的抗美援朝。大家仔细想一想，1950年的中国是什么家底？刚刚打完几十年仗，满目疮痍，一穷二白。
国内土匪还没剿干净，通货膨胀刚刚压下去，手里拿的是什么？是万国造的破枪，甚至还有大刀长矛。而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是刚刚打赢了2战，武装到牙齿，拥有原子弹的美国，是整整17个国家的联军，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钢铁洪流。按照西方人的计算逻辑，这场仗根本没法打，也不应该打。这不仅仅是以卵击石，这简直就是一场自杀。当时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那是何等的傲慢，他根本不相信中国敢出兵，他觉得中国军队就是一群农民，就算出兵也是来送人头的，圣诞节前就能结束战斗回家过年。但是结果呢？在长津湖的冰天雪地里，志愿军战士化作冰雕连，在这个星球上最寒冷的绝境中，即便冻死也保持着冲锋的姿态。在上甘岭，志愿军在断水断粮，山头被炮弹削平2米的情况下，硬是扛住了美军几万次的冲锋。那是靠装备吗？绝对不是，那是靠一种超越了人类生理极限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让美国人傻眼了，让整个西方世界都震惊了。他们第一次发现这个东方民族变了，他们不再是那个可以随意屠杀的绵羊了，他们变成了一群咬住了就绝不松口的狮子。这一仗打出了中国未来50年的和平，更重要的是，它彻底打碎了中国人心中的恐美病。毛主席用这场战争告诉所有中国人，洋人也是人，也是肉长的，也会流血，也会投降。只要我们敢于斗争，就没有什么不可战胜的敌人。这种精神上的觉醒比原子弹更可怕，它让一个即将沉沦的民族重新拥有了做大国的底气。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会怎么样？中国大概率会走上另一条路。2战后，美国人其实是给了中国橄榄枝的，只要中国愿意像蒋介石那样做美国的跟班，签几个不平等条约，开放市场给美国资本，美国是愿意给点援助，让中国过得稍微舒服一点的。这在当时看起来是一条捷径，不用打仗，不用被封锁，上海的精英们能喝上可乐，能开上福特汽车，能穿上尼龙丝袜，但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中国永远只能做产业链的低端，永远不能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永远要看美国的脸色行事。今天的中国顶多就是另一个大号的巴西或者菲律宾，别说造芯片、建空间站了，连自己国家的货币政策都决定不了。美国一加息，你就得破产，老百姓的财富瞬间被洗劫一空。可惜毛主席没给他们这个机会，他是个伟大的战略家，他看透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他知道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是一剂慢性毒药，吃下去的时候很甜，但最后会烂穿你的肠子。所以他做了一系列在当时看来不近人情，甚至让很多人不理解的决定。他坚持要打赢解放战争，把那些吸附在人民身上的寄生虫、地主、恶霸、买办、官僚资本，通通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他一夜之间消灭了延续几千年的匪患，扫除了毒品，让妓女改造成了劳动妇女，让数以亿计的文盲拿起了书本。最重要的是，他在国家一穷二白，老百姓连裤子都穿不暖的时候，勒紧裤腰带，坚持要搞工业化，坚持要搞两弹一星。大家知道这有多难吗？这就像是一个家里连饭都吃不饱的人，非要攒钱去买一台顶级电脑来学编程。当时多少人反对，多少人说不如先搞搞轻工业，做点纺织品，赚点钱，改善一下生活再说。甚至苏联老大哥都说，你们搞什么核武器？我有核保护伞，你们听我的就行了。但毛主席说，不，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核潜艇10000年也要搞出来。正是因为这种近乎偏执的坚持，中国在短短30年里建立起了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我们造出了原子弹、氢弹、卫星、洲际导弹，把新疆和西藏牢牢地定在了中国的版图上。中国打退了美国，也顶住了苏联的钢铁洪流，成了联合国的五常，成了旗手，而不是棋子。大家试想一下，这些事情换成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发展中国家，别说30年，给他们100年都做不到。印度搞了这么多年，到现在连一支好用的步枪都造不出来。巴西搞了这么多年，最后工业化还是失败了，只能卖大豆和铁矿石。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底子，才有了后来改革开放的腾飞。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改革开放是空中楼阁，没有毛主席打下的地基，没有那完整的工业门类，没有那普及的基础教育，没有那两弹一星带来的安全环境，外资进来干什么？外资进来只会把中国变成倾销市场，而不是世界工厂。而正是这些遗产，让今天的西方列强开始觉得不行了。我们把视线拉回到2026年的今天，为什么美国现在如此焦虑？为什么他们的航母编队在全球海域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这背后的逻辑其实用一个词就能解释：版本红利的消失。过去几百年，西方列强玩的是一个降维打击的游戏。在那个版本里，游戏的规则极其残忍而简单，我有代差你就只能跪下。在殖民时代，这种代差是物理层面的。当欧洲人的马克沁机枪在非洲草原上突突作响时，那不是战争，那是屠杀。印第安人的弓箭，晚清绿营兵的大刀，在工业化的火器面前，就像是拿烧火棍去捅坦克，结局早已注定。到了现代，这种代差进化得更隐蔽、更文明了，它变成了技术剪刀差和资本收割机。西方国家利用先发的优势，把自己锁死在产业链的上帝视角。他们只需坐在空调房里，把专利壁垒筑得高高的，把金融规则定得死死的。一架飞机、一块芯片、一瓶特效药能卖出天价。而亚非拉国家呢，只能在矿井里流汗，在流水线上断指，用几亿件衬衫去换人家一架飞机。如果你不服，想翻身，对不起，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和 SWIFT 金融系统就是专门为你准备的执法队。但是中国是个巨大的系统漏洞，因为毛主席当年那种近乎偏执的工业化坚持，给中国留下了一套全门类全要素的独立工业体系。这就像是给中国穿上了一层物理免疫的铠甲，你想封锁我，不好意思，从螺丝钉到空间站，我自己都有备份。大家看看现在的世界，西方的军事科技确实还在迭代，无人机群、AI 战争看起来很吓人。对于那些没有工业造血能力的国家，这确实是绝望的。但在中国面前，这些优势正在被迅速抹平。如果没有中国，这个世界依然是西方列强的私家猎场，他们想吃肉就吃肉，想喝血就喝血。但中国不一样，今天的中国最让西方恐惧的能力，不仅仅是能造，而是粉碎溢价。中国不仅能造出发动机、隐身战机、航母，中国还能把这些曾经高不可攀的神装变成白菜价的工业品，然后铺满全世界。我们在科技、航天、芯片、新能源领域的突围，不仅仅是追赶，更是在掀桌子，这才是西方噩梦的根源。他们怕的不是中国赚了几个钱，他们怕的是中国打破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技术暴力垄断。这还没完，当中国搞定盾构机时，西方的天价设备只能含泪打一折。当中国搞定 5G 基站时，西方的通信巨头失去了躺赚的资格。当中国的电动车洪流涌向全球时，欧洲和日本那些百年的汽车贵族第一次感觉到了刺骨的寒意。中国崛起的本质是终结了西方长达500年的躺赢时代，他们再也没办法靠着一张图纸、一个专利就收割全世界的羊毛了。他们被迫被中国拉下了神坛，拉进了泥地里，必须卷起袖子，满身泥泞的跟我们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摔跤。而论吃苦耐劳，论组织效率，论产业链的响应速度，那帮养尊处优了几百年的西方绅士，怎么可能是中国人的对手？世界的秩序原本是一张桌子，过去几百年，西方列强是唯一的玩家，他们坐在桌边制定规则，掌控话语权，其他国家只能蹲在地上，等着他们扔几块骨头。可今天中国这个千年的棋手，那个曾经被他们认为已经脑死亡的古老文明重新入局了。中国拉开椅子，稳稳地坐在了棋盘前，并且微笑着对西方列强说：来，我们重新下一盘。中国复兴了，西方列强自然显得不行了，这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历史必然。而这一切的起点，这一切的转折点，都是因为毛主席。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现在可能还是一盘散沙，各省军阀割据，买办横行。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可能早就被肢解成了7、8块，变成西方势力的决斗场。如果没有毛主席，
中国根本不可能建立起那套让西方胆寒的工业体系和国防力量。如果没有中国这个异类，西方的霸权游戏本来可以无限续杯，再玩上几百年。最后，我想聊聊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大家知道西方人和中国人在灵魂深处最大的代码冲突是什么吗？是对待神的态度。在西方的圣经文化里，人与神的关系是牧羊人与羊，神是绝对的权威，人只能顺从、忏悔、等待救赎。遇到大洪水，西方人的逻辑是造诺亚方舟躲起来，等着神发怒结束，等着神来救选中的人。西方人习惯了跪着等待恩赐，但中国人的神话逻辑简直让西方感到恐惧。在中国的文化里，神不是用来跪拜的，是用来绩效考核的。龙王不下雨，那就烧了他的庙；大山挡了路，那就子子孙孙把它挖平；天破了个洞，那就炼石把它补上；太阳太热，那就把它射下来，洪水来了。我们不造方舟，我们去治水，把河道疏通，把水引走。这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狂傲是刻在中国人基因里的，而毛泽东就是那个激活了这段沉睡基因的人。他做了一件连神都不敢做的事，他把高高在上的权威拉下神坛，把烂在泥里的草民扶上历史的王座。他用那5个字为人民服务，彻底重塑了这个民族的脊梁。他教会了中国人最可怕的一课，不要等西方的诺亚方舟，因为这世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想要活下去，想要站直了，只有靠自己那双满是老茧的手，这才是西方列强穷尽所有手段也无法通过和平演变战胜中国的终极秘密。节目最后，楚楚想说几句心里话。刚才我们拆解的这些残酷真相，对于那些还沉浸在西方神话里的人来说，或许是一剂苦涩的清醒剂。但历史从来不讲温情，它只遵循一个冷酷的法则：旧的王座崩塌时，连招呼都不会打一声，何其有幸。我们这一代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没有跪过的膝盖。我们觉得平视世界像呼吸一样自然，觉得独立自主是天经地义。但请千万不要忘了，这种我们习以为常的尊严，在100年前曾是这个民族最昂贵的奢侈品。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在70多年前的废墟上，用一代人的血肉之躯，替我们挡住了寒风，撑破了天罗地网。当我们在享受树荫的时候，永远别忘了是谁在荒原上亲手种下了那棵参天大树。吃水不忘挖井人，大国崛起铸军魂。如果你也认同楚楚今天的观点，请在评论区打出独立自主4个字，让我们看看有多少同志依然记得那段峥嵘岁月，依然心怀热血。如果觉得今天的视频让您看清了一些历史的迷雾，请一定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在这个信息纷杂的时代，您的每一次互动都是对真相最大的支持。我是楚楚，咱们下期再见。